大家都知道，当人上了年纪之后，经常会出现心梗、脑梗等问题。其实呢，这和血栓有很大关系。那当血栓形成时，腿脚也会给我们提示。下面来看看吧。表现一：腿脚疼痛。如果走路后感觉腿脚疼痛，经过休息又会缓解，但之后稍微走点路就疼痛，甚至不动也疼，就要小心了。这是体内有血栓的表现之一。表现二：腿脚麻木肿胀。如果是一侧腿脚麻木，并且有肿胀疼痛的感觉，那当站立时还会有沉重感，这时也要考虑可能是下肢静脉血栓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如果这两种表现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还算通畅。平时保养血管，除了要多运动外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少吃油腻、辛辣刺激的食物。建议大家可以吃点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洋葱、木耳、苦荞等，有助清理血管垃圾，养护血管健康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感觉嘴里苦苦的，还臭臭的，有的刷完牙就会有所缓解，但如果刷完牙还是没有缓解，就要小心了，可能和3种疾病有关。第一，胃火旺。如果高蛋白、高脂肪的食物吃多了，堆积在肠胃不能够消化，那么就容易引起胃火。胃火旺的人就会有口干、口苦、口臭，并且伴有烧心、胃胀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蒲公英泡水喝。第二，肠道堵塞了。如果肠道堵塞，也会使人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有便秘、色斑等症状。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。第三，肝火旺。除了胃火旺，肝火旺也会引起口苦口臭，同时还可能伴有眼睛干涩、失眠多梦、脾气暴躁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常喝菊花茶，有助驱肝火。血液在我们身体中是不断流动的，但是一天中血液会有最粘稠的时候。那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？那就是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身体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，体内水分会流失，这时血液粘稠度就会加大，一般到了早上5点左右，也就是最顶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早起后会有头晕头痛、视力模糊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稀释血液，大家可以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，除此之外还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荞麦。荞麦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净化血液，让血管更加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。第二种，洋葱。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能软化血管，稀释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胃不好的人很可能是胃里有幽门螺杆菌导致的，经常会有胃疼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常用两物泡水喝，有助肠胃健康。茉莉花泡水喝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喝到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有温中和胃、抗菌消炎的功效，而且茉莉花中含有挥发油，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活性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铁皮石斛泡水。铁皮石斛性味甘，归胃、肺、肾经，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多糖粘胶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修复胃黏膜、杀菌养胃的功效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肠胃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哦。自己决定一天血糖好坏，早起坚持2要2不要，有助血糖稳定。要坚持运动，每天早上起床后，若能坚持运动半小时，有助提高身体新陈代谢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调控血糖有帮助，能让你血糖保持稳定。要喝一杯白开水。早上起床后要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摄入，可以每天坚持喝一杯白开水，这样有助于稀释血液，加快身体排毒，能避免血糖升高。不要马上运动。如果早上起床后马上运动，这时处于空腹的状态，很容易引起低血糖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不要过度赖床。因为早上4点到9点是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候，如果你一直不起床，错过吃早餐的时间，这样就会打乱一天血糖的规律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气不足又称为阳虚，对身体健康很不利，经常表现为怕冷、下肢浮肿、精神不振、腰膝酸软等，所以要及时的调理。那在我们身上有2个生阳点，大家可以经常的按摩一下，对补充阳气有帮助。
一、拍打脚心，在我们的脚底有个涌泉穴，当脚全足时的凹陷处就是。那经常拍打这里，可以帮助补充肾气和肾阳。按摩时用手掌拍打就行，每次拍打100下，或者用大拇指按揉，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对缓解腰膝酸软、畏冷怕寒、下肢浮肿都有很好的效果。二、拍打头顶，在头顶有个百会穴，在两耳间连线和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按摩百会穴可以打通阳经，生发阳气。按摩时也是用一只手轻轻地拍打100下就行，或者用手指指腹顺时针按揉，对改善头晕、精神不振、失眠多梦。不管男女，在洗澡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下面的毛有脱落的情况，那有的人呢会有疑问了，这是正常的情况吗？或许和2个原因有关。第一个，内分泌紊乱引起的。现在的人由于不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，很多人都存在内分泌紊乱的情况。如果内分泌出现异常，那么就会影响体内的激素分泌，这时可能就会出现下面毛脱落的情况。这时呢，大家需要好好的调理。第二个，营养物质缺乏引起的。不管男女，毛发会吸取身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，如果出现营养物质不足的情况，那么毛发就可能会脱落。若长时间出现毛发脱落的情况，就要注意调理了，平时多注意补充营养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。所以下面毛如果出现脱落，大家要小心上面的这2个危害，建议大家最好及时进行检查，这样也可以尽快的调理，以免给身体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可能会面临血液变粘稠、血管堵塞的问题。那血管堵塞怎么自查呢？腿脚可不会骗人，若出现2个变化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腿脚莫名的出现麻木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会出现腿脚麻木、酸痛或者是肿胀的情况，这时别大意了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严重的会影响正常生活，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最好及时进行检查。腿脚经常感到冰凉，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腿脚冰凉的情况，认为是气血不足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因为血管堵塞时，血液循环会受阻，而腿脚又处在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就容易使腿脚变凉。血管堵塞是常年累月的，所以大家要提早做好预防工作，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保护血管健康。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2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2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糖偏高，就要好好的控制，这样呢可以更好的预防糖尿病和并发症。那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脚上通常会有2种表现要多注意。第一种，双脚麻木，很多人经常感觉到双脚麻木，并且还有灼热感，其实这可能就是血糖高的一种表现。第二种，脚部有溃疡，如果不是伤口感染引起的溃疡，那么就可能是血糖过高引起的，大家呢要多注意。血糖高的人除了合理的饮食帮助降血糖外，也可以在睡觉前常做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呢很简单，平躺在床上，床不要太软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让大腿和小腿保持垂直状态，双手呢叠放在丹田处，这样保持放松。每天坚持做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能促进血液循环和身体排毒，还能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对调节胰岛素、稳定血糖都有很大帮助。除了这个小动作外，大家呢还可以配合吃一点降血糖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苦瓜、燕麦等，能让血糖保持稳定，身体更健康。
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